求华语摩课室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这个单元会为大家介绍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处理器架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处理器架构主要为 Intel 的 X86 架构以及 ARM 公司的 ARM 架构。这两种处理器最大的差异是使用的不同的指令集架构。X86 是复杂指令集 CISC 的代表，而 ARM 呢，则是精简指令集 RISC 的代表，而这也注定了两种处理器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会分别介绍这两种架构的特性。X86 泛指一系列由 Intel 公司所开发的处理器架构，其名称的由来是因为 Intel 以前的处理器大多以86为产品编号的末两码。例如8086、80286、386、486等等，而 X86 架构使用的指令长度不固定，所以我们称之为 CISC 复杂指令集电脑。复杂指令集的特点是指令数目多而复杂，每条指令长度并不相等，但是它的优点是向后相容性佳，这是为了减少程式设计者的设计时间，并满足电脑产业发展而不断加入新的指令集，使其结构越来越复杂，但是这也造成每条指令被用到的频率差距越来越大，许多指令到最后已经很少被用到了。而指令长度的不相等和复杂度，使得电脑必须加以判读，并为此付出了效能的代价。目前 Intel 将 X86 往高速计算发展，市面上的桌上型电脑或笔电大多是 X86 架构的处理器。而 ARM 的名字则直接表明了它的技术 Advanced RISC Machine。相对于 X86 ，ARM 架构使用 RISC 指令集，它大幅的简化架构，仅保留所需要的指令，可以让整个处理器更为简化，使处理器拥有较小的体积以及低功耗的特性。而这项特性能让其被广泛的使用在许多嵌入式系统的设计。ARM 架构依据不同的应用，可以分成 Cortex A、Cortex R 跟 Cortex M 三个系列。首先是 Cortex A 代表 Application Processor， 运用于效能密集型系统的应用处理器核心，追求的是高效能的运算。而 Cortex R 的 R 呢，它代表的是 Real Time， 运用于即时应用的高效能核心，注重安全性的扩展。而 Cortex M的 M 呢，则是 Microprocessor Control Unit（MCU）， 它应用于各类的嵌入式应用的微控制器核心，它讲求的是低功耗以及体积小。除此之外 ，ARM 更研发出多核异构的计算核心 Big Little。不同于一般的多核心处理器 ，Big Little 技术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处理器重集组成多核心架构，这代表处理器中的核心可以有不同的性能和功耗。举例来说，当设备正常运行时，可以使用低功耗的核心运算；而当你运行一款复杂的游戏时，则可以使用高性能的核心来运算。Big Little 技术呢，可以实现高性能并达到节省能源的效果。纵观而论 ，ARM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 Intel 的高性能运算，而是专注于低成本、低功耗的研发方向，为嵌入式系统及物联网应用提供良好的实作平台。在这里特别为大家介绍 ARM 目前在嵌入式系统中被广泛应用的4个处理器，分别是 M3、M0、A9 跟 A53。ARM Cortex M3 是采用 ARM V7 架构的32位元处理器，具备高性能与低功耗的特性，为微处理器工业控制系统、感测器等提供良好的实作平台。由于软体控制的睡眠模式、Extensive Clock Gating 和可选的状态保持功能，使得 Cortex M3 可以实现出色的32位元性能和低动态功耗，提供领先的系统效能。而 Sub2 指令集架构基于哈佛架构的3级管线核心和减小32位元封装等设计，则提高了整体的运算性能。ARM Cortex M0 是使用 ARM V6 架构的32位元处理器，其设计的目标是要做到体积最小、功耗最低，还要能向上与高性能处理器 ARM Cortex M3 相容。
这都是为了扩展微控制器领域的应用。Cortex M0 处理器的关键目标之一就是低功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ARM 公司设计了以下4种特性，分别是逻辑闸的减少、高效率、低功率，还有逻辑元件强化。首先，减少逻辑闸的数量可以降低晶片的运作电流和漏电流，而 Cortex M0 的高效率则归功于 SUB 指令集。虽然 SUB 指令集较小，但其绕 SUB2 的部分指令并经过高度的优化，使其达到高效率的运算。低功耗则是使处理器能在更少的周期内完成一项工作，这意味着 Cortex M0 装置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处于低功率的休眠状态，它具有良好的能耗效率。逻辑元件强化则是开发超低漏电流逻辑元件库，并与 EDA 公司合作，以便晶片供应商能够使用。ARM Cortex A9 是 ARM V7 架构的32位元处理器核心，它是一款多核的处理器，可以提供多达4个具备快取一致性的核心，为高效能低功耗提供了新的方案。X86 进入了 Out of Order Execution 乱继续执行已经很多年了，而在 ARM 架构中 ，Cortex A9 是首款应用乱序执行的功能。其原因是乱序执行需要处理器内新增指令等待的注列，当指令所需运算资料或资源准备完成，就可以跳出注列执行。执行完的结果也需要排列回原始指令进入的顺序。虽说 CPU 的效率会提高，但也需付出功耗和晶片面积的代价。直到半导体制程的进步足以消弭额外的功耗损失之后呢 ，Cortex A9 才出现这项功能以提高效能。这也是行动装置跟物联网应用能够广泛被运用的原因之一。ARM Cortex A53是 ARM V8 64位元指令集的前2个微架构之一。ARM 宣称 Cortex A53是世界上具有64位元处理能力的 CPU 中体积最小的一款。Cortex A53能够自行组合成多核处理器，或是与 Cortex A57组合成 Big LIGO 架构。Cortex A53保持着顺序执行的做法，减少电晶体的数量，就是额外的耗电量可以得以减少。而 ARM 表示，在同样的制程下 ，Cortex A53能够提供与 Cortex A9 相同的效能，但多了64 bit 的支援能力，那晶圆面积却小了40%以上。对于低功耗的伺服器或者是基地台应用方面，则是一个大利多。Cortex A53这颗处理器也被应用在之后的实作课程中，我们使用的是 Raspberry Pi 3上面。ARM 向来只设计低功耗的处理器，而 Intel 的强项是设计超高性能的桌上型电脑和伺服器处理器。因此，目前市面上常用的电脑及伺服器呢，大多都是使用 Intel 的 X86 系列处理器，而我们常用的手机、智慧型手表等穿戴式装置，则大多使用 ARM 的处理器。使用者可以针对不同用途选择不同类型的处理器。近年来，物联网应用的兴起，使得具备长效使用、快速反应、传输安全等特性的处理器需求日益增加，也因此带动处理平台的发展方向。下一个章节，我们将为各位同学介绍在物联网应用中被广泛使用的实作平台 Raspberry Pi 树莓派。那这次的课程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